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只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这样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的沸腾，是太暴力的我，别让使命的我。Good morning, Dr. Babe. Good morning. Dr. Babe，我可以请1个月的 no pay leave 吗1个月 email 我说要延长假期。你拿无薪假是为了他？ 2个医生同时拿假，我担心门诊人手会不够。不然3个礼拜或2个礼拜也可以啊。Dr. Pua，病人在等你了。哦，Dr. Babe，这个假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帮我批啊！我先去忙了。你会批吗？批了我会头痛，不批有人会心痛啊。那你肯定选择头痛。是你会怎么做？ Dr. 超需要沉淀，请假情有可原。Dr. Paul 要陪他也不难理解，不批有点说不过去。他们2个能够在一起，我也很开心。但是门诊实在没有人手了。门诊不只缺医生，也缺护士。Nurse Chin 昨天又跟我提辞职了，他说等一下会 email 你。我找机会跟他聊聊吧。我已经跟他谈过很多次了，他这次是铁了心，可能是怕留下来触景伤情。他还是不肯原谅一哥。我试过化解，可是每一次一提到Dr.超，他就很激动。现在最好的止痛药就是要求增加人手。医务人员很难请，有经验的更难找。现在几乎每个部门都缺人手。这个老毛病如果不医好的话，大家只能苦苦的撑着。上个月的亏损减少了，是好的开始。照这样的速度来看，要达到目标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除非是有奇迹。是奇迹加上神迹就有可能。你说会有人帮我们承担30%吗？不要这么贪心啊，有3%已经很好了。钱的事情呢，我会想办法的。现在最重要就是解决人手的问题。我找Dr.温聊过了，他让我自己做决定。有了决定再通知我，到时我再调整班表。都说了我迟一点再去，你再拖下去，Nurse Chin就要出院了。他恨死我了，他不会想见我的。那就等你出国回来了再去见他啦。Time is the best medicine， 过段时间就会没事啦。你要出国？我已经订好机票了。你躲在家里还不够，现在还要跑到国外躲。他也只是去个旅行，充充电不行吗？事情还没有解决，你躲到哪里都没有用的。不如你去国际救援队吧，我保证你会忙到什么烦恼通通不见掉。要不要我帮你安排啊？现在门诊那么忙，你这个时候走，那 Dr. B 怎么办？他应付得来吗？我留在那边只会给Dr. B造成负担。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当医生。给他一点空间吧，不要再逼他了。他想要做什么是他的自由。如果你们长进的话，我会逼你们吗？我念你们我也很累啊。是你管太多。我们2个做什么你都不顺眼，你不烦的吗？好，别生气了啊！不要担心，你呀要滚就滚吧。别担心，他工作的事情 easy， 我帮他解决。你确定能处理？我出马 easy。你就先去散散心吧。
人呐，只有3件事：自己的事、别人的事，还有老天的事。做好自己的事就好。爸，你也觉得我多管闲事？管不了的，就睁只眼闭只眼。毅哥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们为什么还纵容他？他压力大，要体谅。那么没有抗压能力，以后发生更严重的事情怎么办？逼他也没用，让他自己想通吧。我都不知道是他越来越像你，还是你越来越像他。说什么？他在逃避，你也在逃避。爸，手术的事你想清楚了吗？你再拖下去，就会错过黄金治疗期了。再说。一个还是不肯出来啊？我哄到口水都干了，只是没有把他打晕了带过来。你怎么下得到手？他现在整个人像 zombie 一样，都不知道要怎么帮他。我每天都有 text 他，可是他都不要回我。不如我们找 Dr. King 帮忙吧。像上次你们找我的那样吗？那是治疗的一部分。同样的方法用第2次，肯定不会上当啊。Dr. B， Dr. B， Dr. B， 给我的。你吃吧，刚好一个也没来。我还以为你们劝得了他，看来我是白跑一趟了。Dr. B， 我的假怎么还没批啊？人手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啊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现成的，帮忙啊！这个建议不错，你可以吗？我现在在忙一些事，可能不太方便。你现在是自由身，帮忙顶1个月不行吗？我也可以帮忙顶一顶，大不了天天加班。天天加班不行的，你受不了了，到时啊得不偿失。这样吧，让我安排一下。四德帮出事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就知道你够 brother。啊那就等你的好消息啊。Dr. B， 可以再帮我一个忙吗？是幼校叫你约我出来的。我也希望从经理把你拉出来啊。或许我从来没有真正看过这个世界，就像一只小青蛙一样，坐井观天。你为什么这么想？你不觉得吗？我一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自以为是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这跟井底之蛙没有什么两样啊。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当医生？我全家人都是医生，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。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从小耳濡目染，走上这条路是很自然的。可是我宁愿自己什么都没有，我想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。可是别人看到的都是我的背景。我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热忱、力求上进的好医生，不是虚有其表的医生世家。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我心里面那团火已经熄灭。火是可以再点燃的，关键是你想不想继续当医生。我不知道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下去。
温伯安说的对，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大魔王，却在那边自以为是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，你真正要打败的是你自己的心魔？打击是一时的，它让你看到问题，看清楚方向。我认识的周逸阁是一个很倔强、不轻易放弃的，这就是他的优点。可是我现在真的很乱，我什么都不想做，我只想逃离这里。这是我第一支温度计，它教会我很多东西。看到里面的水银吗？它是先下降，然后过后才慢慢的上升。你是想说做人要能屈能伸？你有这样理解不错，不过我想问你的是，下降是阻力还是动力？人受到挫折才会成长，就好像水银一样，受到了冲击才会往上升。这段时间你好好的休息，再想想为什么要当医生。我希望下次看到的是蓄势待发的 Dr. Chow。我真的可以回去门诊？反正医美中心下个月才开始运作，这段时间你就自己安排吧。哦，谢谢你啊，Dr. Chu。仁惠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我头痛，想去厨房拿药。你先去躺一下吧，我帮你拿。嗯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已经痛多久了？前阵子头痛了1、2天，昨天又开始，比之前更痛。是哪个部位痛啊 Dr. Chong 要重出江湖啦。来，我帮你按一按。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。我以前真的很难搞，不冲凉、不吃饭、不睡觉，只会闹情绪。现在完全不一样啦。我一开始还认不出你。你还是没变，跟你以前一模一样。你刚刚跟 Dr. Chu 说什么？这么开心？他答应让我回门诊代班了。真的？不过只是暂时的而已。为什么你回门诊需要 Dr. Chu 同意啊？我已经接受 Dr. Chu 的 offer， 加入医美中心了，所以这一阵子都在帮忙筹备。难怪你说最近很忙。你会介意我转去医美吗？我只是好奇，你为什么想要转换方向？医美的需求越来越大了，我想把握这个趋势。那你就要好好磨练技术。以后如果没有需要，一定会找你。记得算友情假。你们的话，连友情假都不用，全免。只是幼校跟逸阁，他们可能就不会来找我了。你担心他们会介意你加入 Dr. Chu？ 我放弃门诊，投靠医美，肯定把我当成叛徒。
没有人能讨好全世界，只要你觉得是对的就去做，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。我支持你。谢谢你啊。一大清早怎么这么多人？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有人上吐下泻，应该是食物中毒，来帮忙。来这边，小心点。这边2号房。救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他暂时没事，放心。我还以为他只是吃错东西，为什么突然会发羊癫？这不是癫痫症，是因为食物卡住了喉咙，造成呼吸困难。你 OK？他昨天、今天吃了什么？今早没有吃东西，昨晚我们吃了海鲜buffet。你有感觉不舒服吗？拉肚子、想吐，没有我老公严重。这里有谁在过去的一天吃过海鲜buffet？好，都不要慌啊！有上吐下泻坐这边，那有发烧的送急诊好吗？来，我们看看，有发烧吗？送，对。这边，Dr. Chow， 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你，我是 Dr. Bay。欢迎你，Dr. Chow 是我们第2位代班医生。我跟周医师和周一格是同一个工厂出来的，品质保证。今天的情况比较紧急，可以马上上班吗？没问题，我已经向黑鲨报道了。要不要我帮你准备一套衣服？是衣服重要还是救人重要啊？你去哪个 room？ 跟我来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哇，你的技术这么好，一点都不痛哎，老婆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要一直跑回来看我，我可不想一直看到你哦。我们暂时不敢吃海鲜了。海鲜有 omega-3 蛋白质，还有其他营养，只要不是过敏，适量的吃是可以的。但是生食会有寄生虫、细菌，所以吃熟的还是比较安全。都叫你不要吃这么多生蚝、生鱼片，你就是不听。知道了啦。哇，这么安静，很不习惯哎。这种话不能讲的哦，等一下你就知道。以及就算来整村的人都可以应付。你好像很喜欢把 easy 挂在嘴边。他这个人不管情况有多复杂，都会说 easy， 所以大家都叫他 Dr. Easy。你们早就认识了？在哪里认识的？一个毕生难忘的地方。关系不简单哦。今天还好有你们帮忙啊，门诊才不会变成重灾区。Mr. Go 还说要写信好好的赞扬你。小事，痢疾、疟疾、营养不良，这些都是我的专长。这种情况难不倒我。过去几年，他都在国际救援队服务，去的都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国家。那时候我们去一个村落当义工，有病人差点吐在我身上，还是他帮我挡的。哇，好 man 哦！我是担心他留下阴影。我才没那么差劲。Thanks。凡，姐，你真的开始上班了？难道这个是戏服啊？穿成这样，你病人怎么看你啊？我都看了很多病人啦，没什么问题啊。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家，医生要有医生的形象。门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再不回去啊，我就真的很不专业了。几点下班？我载你回家，顺便跟爸吃饭。哦，我不行啊，今晚约了同事。
怎么了？你不觉得好像一直有人盯着我们看吗？有吗？哪里啊？有也不奇怪，谁叫我们家的基因强大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，是人都会多看几眼的。王德超。 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。 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。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中沸腾。白袍里的我，也是命的我。